明车的判断，这个马强到向阳工作室的时候，向阳已经死亡。按照这个思路来看，马强和向阳之间有可能是买家和卖家之间的关系，但这个马强从来没有联系过向阳。那么这两个人之间一定存在中间人，这跟何明的供述也相当吻合。目前为止，这只是他猜测，没有证据。到此为止收集到的信息来看，这个假设是成立的。就算他身上真的有事儿，为什么要回头去杀狼呢？对呀，还把命给搭上了，多不值啊！嗨，这年头，什么样的人都有嘛。罗队，我师傅让我把报告拿过来。什么意思？我师傅在向阳工作室的大门、抽屉和书架上分离出来马强的指纹。他说，马强来到向阳工作室的时候，就发现他已经死了，估计是不甘心吧，就把工作室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都拿走了。这些指纹就是证据。明春老师回现场了。嗯，他人呢？在法医中心。散会，我去找他。比心姐，我师傅他在睡觉。啊？嗯。比心姐，我师傅真的睡了，要不等我师傅醒了，我再去叫你。明春老师以前经常在上班时间睡觉吗？我师傅其实挺累的。像抽屉、门把手这种经常有人用的地方，能分离出来马强的指纹，很不容易。这个是他早上去工作室采的样，他一个一个和马强做的比对。他一个人弄的？我师傅的动作挺快的，而且向阳并不是一个这么孤僻的人。所以咱们从这些指纹可以看出，去他工作室的人挺杂的。比心姐，你还要叫醒我师傅吗？让他睡吧。那他临死的时候为什么只认你？什么地方？跟我来吧。哎，你记住啊，一会儿进去以后一定要换鞋。啊？换鞋。这警察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听指挥。不是。要勇敢。不是。别乱说话。
什么呀？这什么地方啊？自己转转吧。刑警队长对死人都无所谓，还害怕几只小动物？谁说死人无所谓啊？云川，你来了。王教授，给你介绍个神仙。罗队，这是著名的生物学家郎世明教授。郎教授，这是我们新来的刑警队长罗比西。刑警队长啊，女同志不容易啊，长得多漂亮，怎么不当演员啊？当什么警察呀？姑娘，有对象吗？还没有。哟，是不是你们俩在处对象？哎呀，哦，不是，我还是单身。单身好，以后我给你介绍一个，怎么样？郎教授，哎，我们是有正事来找你。到这儿就有事儿，你以为我这儿咨询公司啊？这次嫌疑人尸检有个疑点，想跟您请教一下。拿过来看看吧。这个尸检的时候，这个伤口有点奇怪。这个伤口像是被蜈蚣咬的，5公分左右。这种蜈蚣有剧毒，学名应该叫加拉帕戈斯巨人。毒性强吗？人被咬了以后啊，如果不管，1天1夜就没命了。那如果被咬了不上医院，能行吗？自己处理，用水龙头冲冲，包扎包扎，是吗？然后呢？然后就死啊！哎呀，冲洗伤口啊是必须的，但必须得用药，比如说抗组胺药、肾上腺素、皮质激素外用。最重要的是啊，蜈蚣抗毒血清。那除了医院，还有什么渠道可以弄到这些？那只能上黑市上去弄了。蛇梅毒。所以马强当时抬手，不是想指着谁，是想给我们看他的伤口。我查过马强的就医记录，他被咬伤以后没有去过医院。那他的伤口是怎么处理的？也许这才是他想说的。哎，
明川，你这儿有封信呐，寄到我这儿来了，好像是同学聚会的请柬。怎么寄您这儿来了？是啊，怎么寄我这儿来了？哎，别忘了啊，送送人家。啊，没关系的，郎教授，您先去忙吧。哎，这个郎教授好逗啊，你跟他怎么认识的？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你跟郎教授怎么认识的？哦，我老师。马强手指上的伤口是被剧毒的蜈蚣咬伤的，如果不及时就医的话，就会导致死亡。我查过了马强的医疗记录，没有到医院就医。您是说有人帮他治疗过？这个帮马强治疗的人，很有可能就是他和向阳的中间人。罗队，明川带您去见郎教授了吧？怎么知道？哼，一猜就是。怎么样，被吓一跳吧？还行吧。碧心姐，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调查？我问过郎教授了，这种蜈蚣是外来物种，应该是通过某种渠道走私进来的。现在全市做一个排查，重点是花鸟市场、宠物店。好，那现在的网络这么发达，如果是在网上交易的怎么办？网络实体店一个都不要放过啊！啊，明川没有什么建议吗？明川老师去哪儿了？谁知道？哦，明川老师好像是去参加同学聚会了。明川，哎，明川，哎。这杯我干了。好，明川，你还等下喝多了，你送他回去，好不好？好，干杯，干杯！手看一下吧，不要传两张，手机都放下。丁队，人呢？在里边扣着呢。晚上吃了吗？路上垫了点。太忙了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嗯，你知道购买渠道的联系方式吗？丁队，是他吗？就是他，叫徐磊。我是刑警大队副队长丁春秋。啊，你好。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？不是，我也不知道问题这么严重了。
你喝太多了。好晕。小心台阶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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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，小心。警察同志，我坐下说。那个我就是想赚点钱，那也东西哪来的呀？啊，从一个叫马强的人那儿进的货。是这个人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就是他。我每回都从他那儿拿货，他也没告诉我卖这东西犯法，我不信你问他去。马强跟我们说，他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呀。这不可能！哎，这胡说八道呢！他，警察同志，我可以给他对质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倒卖违禁动物和杀人，孰轻孰重？你想想清楚。杀人？徐磊，我给你时间啊，你好好的想想，你到底认不认识这个人？我真的是为了你好啊！我真不认识他呀，我。那你回忆回忆，2周前的周六晚上你在干嘛？周六晚上我应该在家，我周末都在家里了。有人能证明吗？有，我那天晚上打了1宿游戏，我很多朋友都可以证明的。会查清楚的。好，潘博。洗手间。你慢点。坐。你真可以啊，我还以为你真喝醉了呢。谁不是天天在演戏啊？能骗过我的还挺少。差点忘了，你是个警察。那到底是因为我演得好，还是因为演的人是我？你还是这么喜欢提问题。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。为了我们这么多年的缘分，还是少喝点。你不是医生吗？这法医跟医生还挺大区别的。哎，我听说最近有一个人被狼，还是被狼人给咬死了，真有这回事啊？我们有规定，凡是在侦破的案子都要绝对保密。那就是说还没破案了，连我也不能说吗？
行吧，又被你拒绝了一次。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你还记得吗？那次在天台，我找你了。对。我还说，我喜欢你。然后呢？你真喝多了，别喝了。你回去吧。你真喝多了。你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吗？那是你永远无法想象的事情。你有想过我吗？找到了，他确实没说谎。徐磊，除了你之外，马江还给别人供货吗？你只有把真实情况告诉我，我才能想办法帮你，明白吗？应该没给别人供过货。为什么？这东西吧，要的人不少，他能赚钱。每次我把货全拿了。哎，警察同志，我说的都是实话呀，真的。除了你以外，你店里其他人认识马强吗？我都是私底下跟他接触的，别人我真不知道，应该没有吧。你把东西放在店里，你老板会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他不经常来店里。你老板叫什么？宋伟涵。那咱开车去吧。
哎，这么早干嘛去？出警逮人。什么案子？向阳案。昨天晚上我们在花鸟市场逮着一个卖毒虫的，是一家宠物店的员工。认识马强？对，他认识马强，但不认识向阳。但这个人老板住哪儿，我们已经查清楚了。现在过去了。老板叫什么呀？宋维涵。叫什么？宋维涵。丁警官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我的店里卖那种东西，但是这是我的责任，我愿意接受处罚。宋小姐，2周前的周六晚上12点到凌晨2点，您在哪里？在做什么？我应该在我平时经常去的餐吧，平时到周末的时候，我经常去那儿放松一下。有人能证明吗？有啊，当时有很多人在场。谢谢。根据民科的判断，被害人向阳死亡时间应该在10月8号的凌晨12点到凌晨2点之间。那这个宋维涵应该没有作案时间。总觉得这个女人有点问题啊？哪有问题？宋维涵表现的太淡定。这倒是有一点。可是从证据上面看，他没什么问题。所以他们2个都有不在场的证明是吗？是的。真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了。他们可能回头还会找你，你配合就好。你怎么一直住在酒店啊？过一段时间我要去加拿大了，国内房产都已经处理掉，所以先住一段时间酒店。哦，什么时候走？很快。难怪你来参加聚会了。当年走得太突然，也应该给同学们一个交代吧。走了。手怎么了？昨晚也没注意。前段时间不小心被开水给烫了。哦，自己小心点。你倒是一点都不觉得我有问题。警察不讲感觉，得凭证据。你不是。下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。走了。长见识喽！明川送一活人送那么远，我头一回见。不对吧，丁队？我可明明记得有一次您喝醉了，是明春老师把您送回来，这可比咱大院远多了吧？就你知道多。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聊你师傅的。哎呀，明春老师真是深情款款。是吗？比心姐，这个是徐磊的指纹报告，没对上 ，DNA 还得过一会儿，估计也不像了。我一直有一个问题，明川老师这么优秀，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呢？傻孩子，这种问题得问姑娘，是吧，小荣？这有什么呀？越优秀的男人越不着急。我要是个男的，我也不结婚。花花世界，着急什么呀？是吧，比心姐？你们平时聚会的时候，明春老师也没带女朋友来过？还带女朋友呢，提都不提。我觉得他这方面挺神秘的。别说，这宋维涵确实挺好看。
花痴，就是我。李经理，我先走了啊。工作。你们上次去酒店找宋维涵的时候，明川老师知道吗？知道啊，怎么了？你这儿有封信呐，寄到我这儿来了，好像是同学聚会的请柬。怎么寄您这儿来了？是啊，怎么寄我这儿来了？核对，嗯，目前就是这样，基本已经结案了。好，再见。这个你看一下。干嘛呢？李欣姐，来，看一下这个。各位，手里工作放一放，开会。开会。哎，这不是那个黄小柔喜欢的明星吗？叫什么来着？对，是这样的，是之前明川老师让我搜集狼人的资料，我找了不少，但是这条比较特别。案发前几天，网上有人发帖说黄伟伦是一个狼人综合症患者。什么？狼人综合症患者？那什么玩意儿？好像就是多毛症。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。明川老师到现在都没有回我消息，我想着咱们就先开个会。有结果了。明川老师这么憔悴，昨晚去哪了？没休息好。是。哦，你男神会长毛。明川老师，黄伟伦是狼人综合症患者，跟这个案子有联系吗？这疑似凶手唾液的 DNA 检测异常，狼人综合症的确是可能性之一。而且向阳因为工作关系和黄伟伦曾经有过业务往来。胡曼，把你找到的帖子给我们看看。师傅，什么狼人综合症啊？黄伟伦就不可能是凶手。奇怪了，帖子被人删除了。黄伟伦，狼人综合症的传闻是不是真的？钟局，原帖已经删了，我让胡曼再查 IP 地址，至少得证明帖子的真实性。我不同意。为什么不同意？没有证据。所以我们才申请您批准传唤黄伟伦。比心，你不能因为对一个人有猜测，就叫别人回来问话。可是钟局，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了。钟局，我觉得吧。钟局，钟局，今儿这花你应该喜欢，美国进口的红玫瑰，我也不会插，你自己来吧。明川，你这花买的好啊，钟局，鲜花配美人。你没事干了吗？
明春，比心说，你认为黄伟伦是我们这个案子的嫌疑人？没有啊。比心说，他要叫黄伟伦过来问话。你这不是瞎胡闹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哎，别耽误钟局赏花了。哦。那个钟局，我再下去侦查一下。回家别跟钟局说什么，听到没有？明春老师，哎，你想什么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钟局现在是代管刑警队，啊，你回头弄一帮记者把警局全堵了，他怎么跟贾局交代？你说他能同意吗？那不查了？谁说的？这个黄伟伦真有这么多人喜欢？不知道，反正我没觉得他多帅。哎，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，钟局办公室的玫瑰花，真是明川老师送的？对啊，明川老师总是隔三差五的就送去一些。钟局跟丁队不是夫妻吗？为什么是明川老师送花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一直都是这样，大家也都习惯了，也没人敢问。不是不喜欢玫瑰花吗？什么不喜欢？哦，没事儿。哎，比心姐，你说我改天把发型换成跟黄伟伦一样的，你觉得小荣对我的态度会有改善吗？小白啊，你还是回去干活吧。其实我明天可以试一试那样的发型，中分，不错。感谢那指引命运的烟花，带我闯进这小荣，演唱会这么专业啊，还给粉丝发东西。他向来对粉丝都这么好。怕寂寞，那就搭伴一起走吧，不怕千万个人笑我傻瓜。只为遇到属于我那个他，摩天轮的约定，等你一起出发，拥抱在最给你一个。老队。你们真的要查黄伟伦吗？这样对他的影响真的很不好。但是他要真的有问题，那还是要查。这个觉悟就对了。如果这小子有这毛病还能当明星，那还真是这个。那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只看到明星表面的风光，根本就看不到背后的辛酸。明川老师，接下来干嘛呀？签名啊，当然了，来那么久，肯定要等他签名啊。哎，黄伟伦出来了！签。
上的伤口是被剧毒的蜈蚣咬伤的。倒卖违禁动物和杀人。你老板叫什么？宋文海。杀前几天，网上有人发帖说黄伟伦是一个狼人综合症患者。这疑似凶手唾液的 DNA 检测异常，狼人综合症的确是可能性之一。而且向阳因为工作关系和黄伟伦曾经有过业务往来，没有证据，所以我才申请您批准传唤黄伟伦。理会的弄帮记者把警局全堵了。钟局啊，这次我来呢，主要是给你带这个来了啊，眼镜儿。你平时爱戴这个隐形眼镜儿，其实戴的久了呢，对眼角膜、视网膜伤害特别大。国外啊，还是流行戴这种框架式，所以呢，我特意在美国给你订了一副，保护眼角膜、视网膜，反正好的功效它都有。这个款式我觉得还是挺适合你的，你试试。行了，王明，老同学啊，咱们不用这么客气，我们是公务员，这么贵的眼镜呢，我们也戴不了。你先试。来，快过来，王明来了。哎，云川，哎呀，我啊特地从国外给你订了一个跑步机。哎，你先打住，我现在都做有氧运动，不用跑步机。你看他这个人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他跟咱们国内的跑步机可不一样啊，他们可以测这个体脂，可以做这个平板支撑，然后你每公里运动量是多少，它有一个详细的一个具体的对你个身体这个数据。反正我也不太懂啊。哎，对了，我去人家国外那个什么足球俱乐部。国际一线的球员，人家都用这个跑步机运健的，回头可以送过去。你看，人家是国际知名大律师，跟我们普通公务员那就不在一个境界上。哎呀，都是一个学校毕业的，你说这么几年差距怎么这么大呀？哎，你们两个就又挖苦我，还不了解你们俩吗？你们俩无非就是不愿意跟我这样的律师同流合污，是不是？哎，特别想。哎，你说我现在要是不干警察了，转行做律师？还来得及来不及？哎呀，晚了，还不是一个境界吧？不过跟你说啊，明川，其实往往有时候跟这个活人打交道，比跟死人打交道更难。精辟。哎，明川，你说你这一天老跟死人打交道，是不是偶尔也应该出去透透气啊？我过2天去加州，要不跟我一起去？哎，你怎么就给黄伟伦当上辩护律师了呀？你说，要不说你这句话说的可不够准确啊！我不是黄伟伦的辩护律师，而且黄伟伦呢也不是什么犯罪嫌疑人，谈不上啊。我只不过是他聘请的这个法律顾问而已。他聘请你当法律顾问？那他一定是摊上大事了。当然是摊上大事了，你把人都摁地上了，这事儿还小？哎呀，明川啊，咱们都是老同学，你也给我一个面子，把手头上的工作呢放一放，让钟局给你放个假，咱们出去透透气儿啊。这面子要是不给你的话，你是不是也得告我呀？啊，行了，老同学，你为什么来呢？我们心里都明白。我们会开会讨论一下，主要给社会一个交代，也会给你个交代。眼镜拿回去，一码归一码。好了好了，眼镜你不拿回去，我可就没法提前指挥你了。好。听老同学的啊，还是钟局说话痛快，我也就不打扰二位了，你们该忙忙啊。我呢，先走一步，等你的好消息。跑步机啊，回头我还真得给你送。那跑步机我真不用啊。走吧，心意领了，走吧。送啊，走吧。你怎么又去见黄伟伦了？形象太正面了。给社会带来的舆论都是好的，太吸引人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。明川，这个事情呢，
在社会上影响很大，闹大了对警局、对社会都不好交代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最近挺累的，你休息2天。丁队，你说我师傅到底怎么回事？复印去。那我复印，罗队，这份资料我整理出来了，你确认一下，要是没问题的话，我就上交了。先放这儿吧。怎么说啊？师傅，怎么说？停职几天呗。我说这王明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人家也是工作。师傅，你说你这是为什么呀？这不是罗队的意思吗？中局为什么不同意传唤黄伟伦？不是你告诉我的吗？对呀，他不同意，那可不就只能生扑了吗？所以这是你的侦查方法吗？不是那个罗队，这个不怪林川啊。像黄伟伦这样的人到处去演出，一大堆律师，这不好下手啊。所以有结果了吗？林川老师查出来什么了吗？还没有。师傅，真没事吧？你关心的是黄伟伦吧你？没有。啊，对了，一会儿下班以后，我请大伙儿去美容院转转，做做按摩，都去好不好？啊？哎，好，没问题。明川老师，咱们去美容院干嘛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小白，你一定得去。我去换衣服去，你们准备一下，一会儿见。哦，那我也要去换。一块走啊，比心姐。我不去了，你们跟明川老师做按摩去吧。啊？我师傅请客，一起呗。我去检查，你们去玩吧。好吧。为什么去美容院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不是，你干活去。那咱们赶紧去啊！美容院。明川老师，你们不一起吗？啊，不急，啊，不急啊，你先。皮肤不错啊。哟，你也做一个。啊？那我就算了啊。没算你，你做也白做。哎，明川老师，不是做美容吗？我趴着干嘛？让你趴着就趴着，哪那么多话呀？先生您好，是再要做广子嫩肤啊？沙嫩肤？广子都不知道。哎，你们咋恁多人嘞？你们先出去等一会儿，好吧？啊？哎，好啊，你有哪儿不舒服啊？跟人说，别憋着啊。我不舒服，什么不舒服啊？明川老师，丁队，别憋着啊！啊，好好享受。潘婆，明川老师，他们都走了，那咱开始吧。开始吧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明川老师，又疼又痒的，我就赶紧让他停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就红了。红了？我有没有去医院呢？啊！哎呀，死不了。黄婉柔，你不难受吧？没事，好着呢。那就对了。为啥？为啥他没事？没罗队。他背叛了我，被我察觉到了，我就杀了他。向阳体格健壮，你是怎么杀他的？我事先给他喝了安眠药。
所以，你就伪造了案发现场，然后打电话给马强，让他去动物园偷狼，最后嫁祸给他。是的。明春老师，怎么回事？他自首了，都招了。他不是有不在场的证据吗？宋威涵骗了你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意思？他用液氮干扰了死亡推断时间，向阳9点多就死了。走了。哎，手怎么了？昨晚都没注意。前段时间不小心被开水给烫了。他不可能是凶手 ，DNA 对不上，要查的人是黄伟伦。你不是说查不出来吗？我去扑黄伟伦，就想证实他到底是不是狼人综合症的患者。他的这种疤痕很像是做激光褪毛手术以后留下的。激光手术不是不会留疤吗？除非他是疤痕体质。所以我带江小白去美容院试，江小白是疤痕体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明春老师，又疼又痒的，我就赶紧让他停了。没事吧？这就是为什么黄伟伦从来不敢露上半身的原因。看着我干什么？明川老师，你做事情一向不愿意解释。我来彭海这么久，第一次看你这么激动。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破案，对吗？既然死亡时间可以弄错，DNA 鉴定也有可能吧？他都说了什么？你能不能给我看他的卷宗？明川老师，你现在在放假，我不想再写检查报告了，不好意思。之前你的手是红肿的，哎，手怎么了？昨晚都没注意。你用液氮了吧？
你还是和以前一样细致。那天我还担心被你看出来了。用液氮干扰死亡时间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方法的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网上什么查不到？真的是你做的？是。向阳是活活被咬破了气管，你连虫子都怕，怎么可能下得了手？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？你认识的那个宋微寒，早就死了。在你把我留在天台的时候，就已经死了。怎么还在这里啊？那天其实是因为你不用告诉我为什么，没有意义。我偷偷到医院去看过你，那帮人被判刑的时候我也去了。你知道他们判了几年吗？那个带头的判了14年。14年。可我呢？一辈子。公平吗？对不起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明白一个道理。绝对不能让别人再伤害到自己，谁也不能辜负我。这是你杀向阳的理由吗？现在你明白了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要来自首？
他不可能是凶手。DNA 对不上，要查的人是黄伟伦。慢点啊，没人跟你抢。有水吗？喂，噎着你在。你今天就打算跟我这儿来个死扛到底，不说话是吧？是不是他？我说是，你说啊，不是就好。你别生气了。哎，好像有人在看我们，看什么啊？罗队，林川老师，罗队，你来找什么呀？看看有什么遗漏的线索。你不是打算结案了吗？没说不结。我觉得他的表现太镇定了，完全不像是初犯，一般人不会这样。他不是一般人。什么意思啊？明川老师，你是来找什么的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两位是做卡座还是做包厢啊？你们这里谁叫 Gary？Gary， 叫什么 Gary 呀？我们这里有奔尼、Frankie， 你喜欢什么样的都可以介绍给你认识啊。把你们经理叫来吧。哎呀，哥哥，不要这么严肃嘛。走了。警察，Gary 在吗？
我就是 Gary。啊，你好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认识。你俩挺好的。我俩好过。我有个大胆的假设，这个凶手跟孟海人谈了很长时间恋爱，突然发现对方是一个同性恋，所以恼羞成怒就把他给杀了。丁队，那你这个假设还挺大胆的。可是宋威涵为什么要杀人啊？他没有动机啊。也许不是他杀的。不是他杀的，为什么要自首？罗队，找到了，删除操作的 IP 地址。花台在那边。原帖在发布后不久就被删除了，删除时间晚于向阳死亡时间，但论坛不是实名制的，很难查出来账户所有者是谁。但最后登录的 IP 地址是这里。比心姐，现在已经接近删帖时间了。停，放大看看。宋威涵。黄伟伦与狼人综合征的帖子是你删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之前询问你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告诉罗比心？不就是上个网吗？有什么好说的？杀完人去上网，不行吗？我以为你变了，原来没有。是他让你来自首的。我不认识。8岁孩子都认识，你不认识？我告诉你，他做脱毛手术会留疤，别的地方可以做，有个地方一定做不了。什么意思？罗队，麻烦你个事儿，传唤黄伟伦吧。我说了多少遍了，
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向阳，你们还有完没完？是吗？那当然了，你知不知道给我带当然多大的麻烦？向阳帮你写了这么多首歌，你会不认识他？这歌是公司给我收的，我只管表演。我这里有一份你工作室和向阳银行账户的往来记录，你打了好几笔钱给他。为什么呀？做慈善吗？警察，你是在搞笑吗？这收人家的歌，难道不给钱吗？他最近2年都没有给你写歌了，你拖了这么久才打钱给他。这作曲者是有版权的，只要有收入就能分到钱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怎么回事？啊，怎么回事？江小白去查了下银行记录，向阳和黄伟龙之间有大量资金往来。那你解释解释，为什么有人看到案发前1个礼拜，向阳到你公司找你？哦，是吗？谁看见了？钟局，这是你的主意？是我要求的。为什么？向阳不喜欢女性，宋威涵的情杀逻辑不成立。黄伟伦跟向阳有业务往来，而且黄伟伦又是潜在的嫌疑对象，所以我认为钟局，我有权利请他回来配合调查。哎，打断一下，罗队，您确实是有权利，但是我想知道您该问的问题都问完了吗？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？啊，不能。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？明春，你确定你还有要询问的吗？按照规定，我们可以审他24小时，这没错吧？明川，我不是第一天干这个行业，你到底还有没有问题要问我？比你清楚。有。钟局，明川不是已经被停职了吗？他为什么还在这儿？明川老师确实被停职了，但是我没有，我还有问题想问。钟局，可以继续吗？比心，希望你们能有进展。哎，钟局，这样不符合规定啊！钟局，我们之前不是……你也没问为什么，就这么相信我？我为了破案。所以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了？突破他的心理防线。然后呢？他是个疤痕体，如果他真的有狼人症，脸上是没法做手术的。24小时，一定有变化。哎，对了，警官，我这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？等我们查清楚了，就能出去了。我还有好多工作呢。
王律师，可以了解一下情况吗？依法治国呢，是当下这个时代的根本要义。我们应该要用制度将权力紧紧地锁在牢笼里面。我对我的委托人受到的金钱、名誉还有精神损失保留申诉的权利。谢谢大家。王律师，再说几句吧。王律师，再说两句吧。王律师。雷伦，照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我们完全可以提起行政诉讼。没看见我在休息吗？你给我听好了，别再让我看见那帮人，好不好？好。整个系统都通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师傅。那个明星真的是杀人凶手吗？还在查。笔仙啊，你做事一向精确稳妥，所以呢，我才调你去彭海。你这才去了半年多，你是不是？对不起，师傅，我保证以后不会了。那个明川有进展吗？还没有。笔仙，你让我怎么办好啊？还是徒师之死，只要你走错一步，你的同事、你的战友就再也不会相信。